8小时睡眠论是错的。65岁以后最长寿睡眠时间是多少？睡眠是现在众多人面临的难题，尤其是老年人和年轻人。老年人睡不着，年轻人睡不醒。今年76岁的李大爷这段时间很是苦恼，他每晚都睡不着，到了第二天精神疲惫，萎靡不振。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如吃中药、安神药等都无济于事。经了解李大爷的作息时间得知，造成李大爷失眠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患有什么病症，而是和他的生活习惯和作息时间有很大的关系。有些老人在闲暇时间都会选择外出锻炼或者散步，而李大爷是个宅男，就喜欢待在家里。每天中午还有2小时的午休时间，到了晚上他怎么都不睡着，而导致他失眠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活动，中午休息时间太多，所以才导致他晚上失眠。而工作张先生也是，他为了完成工作，每天都熬到凌晨2、3点才睡，这也是他睡不醒的原因，因为他的睡眠时间严重不足，所以才导致他总感觉睡不健康的身体离不开良好的睡眠。如果睡眠不好，那就会导致身体健康出现红灯。既然睡眠对身体健康有利，是不是长时间的睡觉是不是对身体更加有益呢？其实不然，睡眠有它固定的时间，过长过短的睡眠对身体健康都有一定的影响，而且睡眠的具体时间也依个人体质而决定，睡眠也有一个大概的准确时间。8小时睡眠是否适合每个人？生活中不管是在杂志上还是电视上，甚至邻居的老奶奶都知道，一定要睡够8小时才可以保证充足的睡眠。这个说法和时间似乎已经根深蒂固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这个说法是否完全正确，也没有固定的答案，只是大众人群的睡眠时间就需要8个小时。其实上面已经说过，睡眠的时间和年龄、精力也有着密切的关联。8小时睡眠这个说法并不是针对所有人，而是部分人群。生活中有一些人只睡6到7个小时，精力就很旺盛，还有一部分人只睡4个小时也可以完全睡醒。这与睡眠质量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睡眠质量不好，就算睡10个小时以上也无济于事。所以良好的睡眠并不完全在于时间，更重要的是睡眠的质量。而且这样也都是完全基于正常生活，如果大量劳动或者太过疲劳的情况下，还是增要加睡眠的时间，让身体更好的放松和休息。还有熬夜或者压力大的年轻人，睡眠时间远远大于8小时，所以8小时睡眠只是一个正确的范围，具体还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那么最佳睡眠时间到底是多长时间呢？睡眠最佳时间一般在6到8小时，但具体需要多长时间，还需要依据个人体质、活动量、年龄等有关。一些精力充沛的人群，睡眠时间只需要5到6个小时就足以。而对于身体虚弱、精力不旺盛的人来说，睡眠时间可能要达到8个小时，甚至9个小时，而且还是在没有做梦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放松身体，缓解疲惫。睡眠还和许多因素有关，如年龄大小、身体状况有着密切的关联。新生儿和婴幼儿睡眠时间是最长的群体，接下来就是儿童、青少年、青壮年、中年、中老年、老年群体。睡眠时间随着年龄的增大逐渐缩短。良好的睡可以保持身体健康，还对人的认知能力、记忆力、反应能力都有大的影响。如果长时间的睡眠不足，大脑的各种功能不能得到缓解，就会逐渐退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睡眠不好的老年人记忆力下降的原因。社会压力的增大，让年轻人的睡眠时间也大大缩短。睡眠的缩短让他们面临着睡眠不足带来的影响，如脱发、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等。如果严重的睡眠不足，健康将会面临很大的挑战。而且精神的萎靡不振不仅会影响人的生活，还会给人的情绪带来很大的影响。如面临众多问题时，人体就会产生抑郁、焦虑的情绪，长此以往，这种现象就会愈加严重。再了解一下睡眠的几个阶段。入睡期又称昏昏入睡，这是睡眠的最初的阶段。这时候的脑波有了明显的变化，频率和振幅逐渐减小，正在向另一个阶段睡眠过渡。浅睡眠期，这时候已经正式进入睡眠状态，但这时候还是特别容易醒来，因为这时候的脑波的频率不是很规律，
频率和振幅也是忽大忽小，极不稳定。深睡期这时候，人体已经完全进入了深睡眠状态，身体各个肌肉逐渐松弛，也是不容易被叫醒的阶段，脑电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脑电波的曲线还是呈现缓慢频率小的形式，时间一般为60到90分钟。快速眼动期又叫意象睡眠，这时候的脑电波频率很快，振幅变小，此时人体会有心率增高、肌肉松弛等现象。注意观察人的眼球会有不自主转动的情况。4. 65岁以后，每天睡够多长时间才能保证长寿呢？65岁以后的人群一般都处于退休阶段，没有了早9晚6的限制。很多人在睡眠方面完全可以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身体素质来决定。有些人可能每天要睡够9到10个小时，而有的人一般在7到9个小时。睡眠时间的长短依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一般65岁以后的老年人，不管是在身体机能还是精力上都会有所下降，所以这时候他们需要更加充足的睡眠来弥补因身体机能退化所带来的缺憾。老年人的睡眠时间一般建议保持在7到9小时就可以，可能极个别的老人可能因为有失眠困扰，他们的睡眠时间可能在5到6个小时。失眠严重者睡眠时间更短，所以对于这类老人来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一般建议老人在中午的时候不要有过长时间的午睡，晚上睡觉不宜过早，白天也可以适当的进行运动锻炼，这样的话晚上就可以快速的进入睡眠状态。所以对于65岁以后的老年人的睡眠时间尽量保持在7到9小时就完全可以。5. 想要长寿，还要做好以下几点。1. 乐观的心态。俗话说得好，笑一笑10年少，乐呵呵的心态不仅是美容养颜的天然护肤品，更是保持健康长寿的主要因素。不知道大家是否有仔细观察过，生活中的一些100岁老人都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不管遇到什么坎坷挫折，他们都是以平静坦然的态度去面对。也就是说，天塌下来，他们都有很好的方法去面对解决。一个良好的心态对整个人有很多的好处，不管是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还有年龄和面容。所以想要长寿的老人不仅仅做到良好的睡眠，还有一个良好的心态。2. 运动锻炼。运动锻炼可以增强人体的心肺功能，可以起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还是呼吸功能的好处。人体在运动的过程中可以提高机体的代谢能力，延缓衰老的同时还可以降低血压、血脂，预防动脉粥样硬化，还可以提高大脑的反应能力，通过运动改善大脑神经的活跃度，提高记忆力，让人保持精力充沛，提高生活质量。运动还有燃烧脂肪，也就是氧化脂肪的作用，增加身体消耗，促进体内杂质的代谢，增强肌肉韧带的强度，防止关节肌肉僵硬等好处。同时，运动锻炼还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保持心情愉悦的好处。这些也是维持身体健康和长寿最基础的要素。3. 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中要做到早睡早起，不熬夜，不喝酒，不抽烟，多吃富含维生素、蛋白质的水果和蔬菜，少吃高盐、高糖、高脂食物。饮食清淡，食物形式多以炖、煮、蒸形式，少吃油炸食品。每天保持一定量的饮水，促进新陈代谢。4. 睡前多泡脚。睡前泡脚可以促进身体血液循环，改善手脚冰凉和肚子冰凉的现象。在促进血液循环的同时，可以加速体内杂质垃圾的代谢。5. 按摩身体。闲暇时可以按摩人体的一些穴位，刺激经络，可有效预防肌肉粘连引起的肌肉酸痛，还可以预防一些疾病，在保持健康长寿也有很大的好处。总之，65岁以后想要健康长寿，不仅需要有良好的睡眠，还要结合健康饮食、规律作息、运动锻炼、心态乐观等综合因素。只要坚持做到这些，健康长寿不是问题。结语：健康这个话题是自古以来每个人都追求的东西，看起来很难，其实做起来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做到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那都不是问题。老年人的睡眠时间尽量保持在8小时以上，且保证质量较高的睡眠。体质较差者可以适当延长睡眠时间。好了，今天的健康文章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您还有不同的看法和建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您的阅读，我们下期再见。